牧歌般宁静。秋日蔓草丛中盘踞着一条巨龙，它横亘在农耕帝国与游牧政权之间，却阻断不了民族的交融。在金戈铁马中历经了千年磨难，铸就成中华民族的一道脊梁。1961年夏天，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乌兰夫同志的邀请下，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塞外风貌给历史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学者兴之所至，挥笔写下了一篇文章《内蒙仿古》，描绘了当时的真切感受。内蒙仿古的开篇写道：火车走出居庸关，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以后，便在我们面前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原野，一片用望远镜都看不到边际的原野。这就是古之所谓塞外。塞外在儒家文化的读解下，意味着金戈铁马、凶悍猛士出没的荒原。而相继出现于塞外的游牧民族，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绝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在这些遗迹中，最令人探寻的是修筑了1000年之久的万里长城。半个世纪的时势变迁，那一段最古老的长城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从何处入手寻找长城，我们只有征询专家的指点。而近年来，内蒙古考古所正在做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进行内蒙古境内长城资源的勘测和普查。考古专家王仁旺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在一个雨天，我们有幸拜访了他，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线索。我们这个队是从去年6月15号开始，到11月1号结束。总共调查是210多公里吧。这210多公里起于沙湖口，止于老牛湾长城段。虽然野外调查工作已经结束，王仁旺还是不辞辛苦地带我们重访旧地。在沙湖口附近的山梁上，我们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做土龙的夯土堆。这种略高出地表的土堆，荒草丛生，若不是考古专家提醒，很难将它与雄伟的长城关联在一起。但就在不经意间抬头遥望，隐隐绰绰的2条灰黑色巨龙匍匐在远方的山岗。这就是王仁旺将我们带到此处的原因。他所调查的这一段长城别具特色。这里呢，就是我们调查到的这个葫芦形弧线墙体的其中一部分。靠下面这一条线呢，是在修建在一个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前面，和从山脊上走的一条线相交于前面的一个地台上。这个等山顶上修建成以后，
那么呢，山脚下的墙体自然就废弃了。所以因此呢，两条线就形成了一个早晚的关系。那么保存好的就是较晚一些，保存差的就是最早修的，也就是比较早的。在同一山体出现两条长城，这种葫芦形复线长城是较为特殊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它也是辨别长城修建年代的一个依据。一般而言，建在山岗上的长城段要晚于山路的长城。葫芦形复线长城所处的沙湖口，自古便是雄关要隘。它扼守两山之间的狭长走廊，是一道天然关口。迁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着力加强北方的边防，而沙湖口便是明朝军事防御体系的重镇。明长城恐怕是我们国家修造长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动用人数最多的一个朝代。我们现在看明长城的遗迹，东起渤海海岸的山海关，西至黄土腹地的嘉峪关。从地图上看，它的里距是2700公里，但是实际上明长城的长度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世人对于长城的印象大多来自于明朝修筑的军事防御体系，但是长城的建筑史却远远早于16世纪。显然，王仁旺调查的明长城，并不是简伯赞早年见到的那一段最古的长城。我们在内蒙仿古中找到了一条并不很高但很宽阔的山脉，这就是阴山。阴山的北面是暴露在寒冷朔风中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这里就是少草木多大沙的塞外。阴山的南麓则是狭长的土默特平原，游牧民族曾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院囿，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这个平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经常是追风逐浪的战场，于是阴山也就成为历代兴建长城最为频繁的地域。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周作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走访村庄，考察呼和浩特市阴山山脉的长城遗存。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田间劳作时捡到了青铜剑足。他敏感地意识到，这跟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的长城有一定关联。周作生找到了出土青铜剑足的农田，这里有一条比田埂更长的土垄。好嘛，修别桥，人家不知道是哪一朝在推下来，天津那老田。你就是听说过，说是过去是跑马修别桥啊。我们家说是强势法还是骑着马？这是强势法的。我们家说是。虽然这道土垄已经与田埂相差无几，但是老乡还是称呼
界壕现在也是一个我们古代的一个军事防御体系的一个军事防御工程，和长城基本上说是都是一个以条状线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这么一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个文物组成。目前已知呢是从霍华特的武川县的北部向东绵延内蒙草原2000余公里，进入黑龙江省，这么一个巨大的防御工程。但今界壕兴建于公元12世纪，它自然不是最古老的长城。此时周作生想起另一个重要线索。那南带了还有一道了，那山西还有个边墙的，现在少了。就是那山头上。山头上，就在床北边那个山头上。就在两盖了，两盖也有边墙。是山头上还是在土跟上？山头上了，山头上了，也是转山的，怎么转山？听说山那边还有边墙，周作生立刻来了兴致。他按照老乡的提示，继续寻找长城遗迹。你像这个，一般是有这个长城修过的地方，它这个草这个颜色就长得比较茂盛一点。它靠近这个长城边，它非常明显，看上去像一条绿色的长龙似的。其他地方它就长得没有这个茂盛，它这个是非常明显的。经验还不能说是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就是一种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这样。周作生虽然不是专业考古工作者，但在常年的长城考察中，总结出很多实用的方法。这个半山腰这个屠龙，这个咱们看到从南面的这个三角点一直延伸到向北这个方向。它这个屠龙就是过去在修长城的时候，它这个通过这个通道，它是个运输通道，把这些建筑用的石材、石块，还有这个人工所需要的物资呀、粮秣，通过这个运输到山的上面。因为山的上面是太高了，离这里，它必须要修这么一个通道。当地老百姓叫这个通道叫做是马道，它是起的这么一个作用。马道的出现意味着长城近在咫尺。在爬山的过程中，周作生提醒我们留意荒草中的乱石，爬得愈高，石堆的痕迹愈加明显，渐渐地能见到条状的石带。当时是2005年第一次，2005年的下半年也是秋天，也是这个9月份，我记得是差不多是10月份，可能这个季节正是这个庄稼是收割的季节，是这个季节。来的时候是当时找了一个农民他也不知道是长城，他知道就这一带，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或者走到山脚我就看到这个形制什么的，这个就完全像是一个长城的样子，然后就送这个山坡走上了，那是第一次。2005年之后，周作生查阅了已故长城学者李益友的论文，确认这一段石柱长城才是真正的秦始皇长城。秦始皇攻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在公元前215年，派蒙恬将兵30万北击胡，打败了胡以后，蒙恬奉命把战国时期由秦、赵和燕分别修筑的长城连接
修缮、加固，从而形成了秦长。目前看到的秦长城，并不是利用原有的赵或者原有的秦的长城进行了简单的这个连接或者是发展，而是它随着它秦的疆域的拓展而重新修筑的一道城墙。它当然有些地方会利用这个赵长城或者是秦长城的一部分，那么更多的表现就是它是完全是一条新做的工程。长城是找到了，但是专家们众说纷纭，周作生难以判断这一段山梁上的石柱长城是不是内蒙仿古中谈及的那一段最古老的长城。我们继续探索最古老长城之旅。现在带领我们跋山涉水的是呼和浩特市文管所的张晓东。他似乎并不急于找到长城，而是深入阴山腹地的河谷，这里古称为白道。我们所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地势山形是比较险要的，它处在一个两山夹一沟的环境当中，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有白道关，是有关卡，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就是要形成一个军事的防御体系，它不是单纯的以一道边墙来出现的。白道这边的长城基本是以山脊沿山脊来工作时候做过这个长城调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还依稀可以看到一些土垄的痕迹，而且说它的航层还可以看到一些。果然在平坦的山岗上隆起一个大土墩，像是敌台的遗址。然而当张晓东登上土墩勘察，却发现它是近代修建的工事。因为它建在这个山脊部，那么就说受水土流失的原因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到了白道岭上头的长城呢，这个遗迹基本上属于灭失状态了。史籍中记载，郦道元也曾亲自登上白道岭考察，在水经注留下这样的记载：山巅之上，有源若颓积眼，沿系亘岭，东西无极，宜赵武灵王所筑也。根据历史记载和现存遗迹，赵国是各诸侯国当中比较早的修筑了长城的这么一个诸侯国。在《史记·匈奴列传》里边，司马迁有一句话说：赵武灵王邑胡服，西骑射，北破临湖楼烦，筑长城，至代傍阴山下，自高阙为塞。就是说赵武灵王就修筑了赵国的长城。如此说来，我们寻找的那一段最古老的长城，就是白道岭上已然消失的赵长城。这样的结果不禁令人感到沮丧。白道这个长城呢，它是由纵横几道，而且它会到了这个阴山山脉的就是制高点，就是说它的山脊，我们所说的蜈蚣坝或白道岭这个地方来建。
此时，张晓东在一篇文章中找到了赵长城的记录。建的一个防卫体系。稍微试掉这张照。在这后面那个山梁上面。啊，你知道有吗？那个后面？包上身没了。没了。嗯，有夯土那种的吗？哎呀，就有一点吧。能大概描述一下是土和那个土坯做的。嗯，能看见。